有一个胖胖的，还有个瘦瘦的。这也就是眼巴前儿，要想彻底安全，得赶紧离开这现场。赶紧走。哎，我告诉你们，咱们要是现在去码头和车站，这就等于是自投罗网。我觉得咱们先找地儿躲2天，等他们不找咱们了，再想办法离开这儿。说的轻巧，咱们躲哪儿去啊？我这看看，是谁？我爷子给的。这里边含个方向，上阵下坎，阵为动，坎为险，遇险则动。这是教咱跑路呢。往哪儿跑啊？卦辞上说是立西南，那就往西南去吧。哎，等会儿啊，这还有呢。但愿苦海渡，一不拜神仙。啊，那我明白。他就说让咱们找个神仙拜拜，保佑咱们平安顺利呗。那不对呀，这底下这不还一卦呢吗？这是离卦。为什么是离卦？这我一时半会儿真想不明白。嗨，想不明白咱就甭想呗。要我说，撒丫子奔西南走，边走边想呗。胖爷说的也对，你看这想当年刘备过江东的时候啊，诸葛亮给了3个锦囊，到最后不也是一个锦囊开的吗？对吧？哎，我说2位，等会儿我嘿。大爷你好，我找人。哦，你找谁呀？孙教授。哎，你有介绍信吗？谁推荐你来的呀？什么是介绍信？介绍什么？介绍对象。哎呦，连介绍信都不知道，还想进去？哎，大爷，我是专门从美国飞过来的，是陈永仁教授的朋友。哟，姑娘，你是外宾呐？嘿，难怪不懂我们这儿规矩。你呀，给他留个字条，我给孙教授送过去啊。那我什么时候才能见到孙教授呢？哟，这可说不好了。你找的这位孙教授啊，脾气大着，见不见得看他的心情啊。万年无墙。孙教授，楼下有人找。我不是说过谁都不见吗？人家大老远从美国来的。美国总统来了我也不见。嘿，这，他给你留的条，我放这儿了啊。
吧？陈叔叔的背上长出了跟他一样的红斑。老陈已经告诉你了。对，2年前古兰县出土了一批骨甲中，有一副保存的最完整的龟甲，上面刻的就是这个符号。那这是什么文字啊？不是文字。这个符号虽然看起来像甲骨文，但两者却有天壤之别。这世界上巧合的事物太多了，有的豆子长得跟人头一样。老陈背后长的东西，也许就是一个巧合，没有那么严重吧。孙教授，我知道您是专门研究古代神秘符号的专家。去年，古埃及加洛泰普法老墓中出土的权杖，全世界的专家都束手无策。后来还是经过您的指点，解读了上面的符号，才知道这是古埃及传说中的皇权之杖。既然您都肯帮他们，为什么就不能帮帮老朋友呢？我只是想知道，古兰县出土的龟甲上的文字，到底是什么意思？不是我不肯说啊，这些古字的信息都属于国家机密，在没有得出确切的结论之前，我们不能对外公开。好吧，我也不强人所难了。不过，我还是要给您看样东西，您再做决定。你说那陈瞎子为什么帮咱？不知道。不过就目前的情况来看，他说的都对。我说，二位爷，咱们歇会儿吧，行吧？我真不行了，我。老金，您这身子骨也忒娇弱了。是该歇歇了，甭说他了，肚里没食儿，我这腿肚子也转筋了。可算能找地儿歇会儿了，我说。走吧。大爷，大爷，大爷好，我们是外地赶路的，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能不能让我们几个进去喝口水？大爷，你也听得懂我们说话吗？浩生，能不能好好说人话？我听得懂。就是渴了，饿了。来吧，我们不是坏人。是，您见过长得像我这么善良的坏人吗？这浩生啊，不像坏人。你们两个不好说啊。哎，进来吧。哎，谢谢您。上午的剩菜剩饭别嫌弃啊。看您说的。对啊，谢谢您啊，大爷。不谢。
嘛呢？这吃着饭呢。赶紧过来，让你看点新鲜的。什么新鲜的？搬得新鲜，新鲜的。没事吧你？我给您瞧这个，怎么样？哟，这可是好东西，怎么给垫到这儿了？据我看呀，这应该是西周早期的，可惜啊，字儿都给磨平了。那这么说，这附近有西周的墓葬啊？我发现你在这方面思路特别密集。对，香吗？还行，就有点辣眼睛。后生们，那是茅房，吃饭在这儿嘞。快！大爷，茅房里边垫脚那石板是从哪儿弄来的？我小时候就有嘞。之前呀，有个北京的教授说这东西好，好归好啊，也不能当饭吃。我呀，就拿它来垫茅坑。大爷，跟您打听个事儿啊，马大胆这人您知道吗？当然知道，他呀和他那几个伙计来古兰县磨几年，来了呀就盘了一个棺材铺。他呀还有个外号叫火阎王。据说呀，他那个棺材铺里有一口棺材，这个马大胆儿只要拍一下棺材板，这十里八乡的就死一个人。他拍的力气越大，死的人的地方就越远。那个棺材铺的生意不好嘞，他就拍一下棺材板。真的假的？这么邪乎？那这样你不赶紧把这棺材铺给砸了？这呀就是个传说，又没正经实据，凭什么砸人家？哎，你们打听他做甚？哦，没事儿，就是瞎问问，有朋友提起我。哎，你们这是要去哪儿？我们往西南走。西南是渡口吧？路上小心，可千万别走到迷窟深处来。迷窟？什么迷窟？玉湖庙跟前这片儿啊，表面上看就是普通的山地，可一不留神啊，就会掉进土壳的陷孔洞。只要你掉下去，就根本就别想走出来。我们当地人啊，管那个地方叫龙陵迷窟。这地方啊，玄乎的很嘞，大白天都能碰上鬼打墙，好多脏东西。那好多人啊，都死在里边嘞。上个月有个勘探队说要挖上铀矿，进去之后啊，就再没出来，一个都没出来。胡爷，咱这么走对吗？这脚底下都没路啊，这个。胖爷，得嘞，金爷，您甭废话了，跟着老胡走没错。另外，金爷您这脚底格子也不灵啊，这咱走几步道，你就落了牌子了。我这身子骨能跟您二位也比吗？啊，我在北京，那是出了被窝进被窝的主儿。得嘞，您这辈子就是个在床上混的命啊。咱喘口气儿吧，啊！这不一直喘着呢吗？喘不就死了？不是，这连个道都没有啊！这，要了多少钱了？
路，走得可不近了啊！方向没错吧，胡爷？应该没错。看来这陈瞎子是真的帮咱们，给咱们指了条去渡口的道。哎，他那句拜神的是怎么说的来着？但愿苦海渡，一步拜神仙。啊，那是让咱们路过玉庙的时候，该继续拜拜。拜神拜，拜来的神仙。啊，那是不是就是鱼骨庙？啊？啊？正那儿。哎，那个。是吧？哎，这鱼骨庙要是风水宝地，我回去就把我那半本16字阴阳风水秘术给烧了。这怎么了？这不挺好的吗？你看啊，这风刮得呼呼的，风有了。哦对，这缺水啊！哎，你说这要是来条大河，啊，这水再也哗哗的，这凑一块不就风水宝地了吗？凑多少条河，它也不是风水宝地。建寺修庙比起安宅修坟，那是另有一套讲究。建寺庙那是造福一方，所以修寺庙的地方必然是兴风磊落、名山大殿。正所谓谷中有隐莫穿心，穿心而立不入相。哎，除了这鱼骨庙，你还见过修在沟里的庙？就算是土地庙，也用不着修在这么深的山沟里啊。这么说，你以前都猜对了。就这鱼骨庙，真的是那帮盗墓的为了掩人耳目的晃的。咱赶紧过去看看去吧，底下万一要是有……看什么看？不要命啊！马大胆马上就追过来了。再说了，这种地方，就算是有墓，也不是大户人家，而且早让人掏空了。走吧。修庙这哥们儿是个高手，我得找个更高点的地方看一眼。还这还不够高啊？啊，我说你玩呗，先过去，我得缓一闸了。没事，七爷，您后面跟着就成了啊，我陪。真够高的，老公。老婆，看了半天，你到底看出什么玄机了？寻龙诀有言：大山大川百日潮，龙楼宝殿去无数。这龙岭啊，看上去隐隐有龙脉之势，但地表一带过于破碎，有形无实，把这势已经给破了。我就不明白了，这儿就算有墓，也不会是什么大墓，他费那么大心思在这儿建庙干什么呢？啊？老婆，不是这么高，咱真上啊？啊？老婆，这庙没准是哪个商人发善心盖的，那还不行，人家好心办个错事儿。哎，你嘛去啊？老胡，老胡，我就这儿了，这太高了，我就这儿了，我不过去了啊！明白了。
这周围虽然山岭贫瘠，无障无户，不成世事，但上有云霓藏于绝高之顶，下有卧居深远，成安宁庭禑之势。高啊，实在是高。是够高的，咱赶紧走吧，成吗？物业，怎么样了？差不多了，赶紧撤吧。你怎么跑那儿去了？我又走错道了。赶紧走吧。哎，老金，老金，快！老金，坚持住！来了来了！老金，你别瞎动，越动越往下旋。老胡，50招你给我下！老胡，胖子，我不想死啊！老金，你坚持一下，等我一会儿。胖子，把手给我，坚持。老金，胖子，坚持一下，我救一下老金。啊，老胡，啊，我，胖子，胖子。缓一张，缓一张，慢点，慢点，慢点。没事吧？没事，就是屁股疼。哎呀，别，等，别啊！哎呦，哎呦，可摔死我了！老金，哎呀，不行，差劲儿，你买吧，没钱。老金，我也真的我屁股也疼。赶紧喊一嗓子，怎么跟让人那什么似的啊？那什么呀？
他像是让人那什么了吧？废什么话啊你！老金，哎呀，老金，老金。慢点吧。哎呀，这是什么地方？老金，老金，这是老金的皮影吧？这是什么呀？这牙印儿吧？连滚带爬，什么意思啊？逃跑？逃跑？老金。老金，老金，老金。这老金也真是，瞎跑什么呀？等咱救他不就完了？黑不拉几我哪儿找去？老金，老金，老金。
的鞋印是往里取的，把嘴给捂上了。啊，蝙蝠的粪便容易产生大量的氨气，过量吸入很可能会致命。很臭。哎，老胡，等会儿，要不说咱俩换条道吧？啊，你看这洞这么大，四通八达的，没准他能绕得过去呢。你说咱要真进里面去了，让蝙蝠把咱俩那什么了，咱可就彻底救不了今夜了。路呢？对呀，咱们从这边过来的，怎么没路了？胖子，啊，你看，是我眼花了吗？还是雷叉子把我摔懵了？那东西是不是在动？哪儿呢？那个。这不就我俩都说的脏东西吗？这到底是什么地方？我说，咱往回走吧。我一个让蝙蝠把我那什么了，我一个让他把我那什么了。就当什么都没看见。这什么都没看见。走，没看见，什么没看见？都没看见，没看见，都是幻觉，都是幻觉。其实什么都没看见，没看见。叫你别看我。哎，老胡，你刚才捂我嘴那手是不是摸过屎啊？ I don't ever slow up, no I don't take shit.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 I'll always show up. I don't ever slow up, no I don't take shit.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 I'll always show up and make a statement. I don't ever slow up, no I don't take shit.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 I'll always show up and make a statement. Everything I do so instinctive and so passionate. Every word I move so descriptive like an adjective. I got a vendetta against people who patented being negative when you should be getting after it. I got facts over tracks, this and that. Spitting slow, spitting fast. I could roast, I could gas. Think I'm okay at last, but I don't know if that can erase all the past. And the pettiness, a reflection of the emptiness. Hilarious, you think you're worth my time, you're delirious. Mysterious, because you hide behind a fake exterior. Inferior, you know I'll always be a bit superior. Get off of me, this ain't no humble brag. I want you to hear words, you can say them back. I want you to feel free from the chains at last, and to believe in what you got, it was built to last, yeah. Now that I've been put through hell, I never got anyone's help. I had to do it all myself. I don't ever slow up, no I don't take shit.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 I'll always show up and make a statement. I don't ever slow up, no I don't take shit.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 I'll always show up and make a statement. Gonna learn the consequence of being incompetent. Mental health is confidence, dreams and some modestness. I'm not here to save the day, that's for you to take away. I could play a million mind games, but instead I say something not illogical, something that is topical. Rub it on and watch it go, make yourself unstoppable. Dreams are irresponsible, but they're always possible. If you just believe, you could be so remarkable. Thoughts in my head, a collage and they spread. I'll be great one day, going off of my meds. No, I'm not giving up, no, I'm not giving in. I will make it to the top, taking off in the wind. I gotta make it, I'm saving every day to taste it. I'm patient, but my mind, it can hardly take it. I'm chasing a dream that I've had for several ages. A vacant, modern kingdom for the taking. Now that I've been put through hell, I never got anyone's help. I had to do it all myself. I don't ever slow up, no I don't take shit. I got
活着出来吗？我操！我去！老虎！赶紧钻进去！好。老虎，我给卡住了！我说你什么时候放屁不行，敢这会儿放啊！你也控制不住啊！再说我们听着不也挨了一下吗？哎，老虎，你说老金是不是被蝙蝠那什么了？混蛋！没动静了吧？差不多了，走了。出来吧。哇！得亏这顶了，要不然咱非得让那蝙蝠把它给咬走了。话说回来了，这怎么能有一顶呢？我告诉你啊，这鼎啊，是古代人用来祭祀，或者用来记录重要事件时的，知道吗？从上面这铭文分析，这怎么说也是一西周早期的。西周的。哎，祭台看见没有？这鼎原来应该就是放这儿的。哎，祭谁的？祭那脏东西的？我哪知道啊？你觉得呢？我觉得吧。这么好一玩意儿，就是忒大了，咱们可能带不走。也是啊，你说这咱要给他扛回去，怎么着也能换几座楼啊？我说，要不然咱拆一腿走得了。行啊，就搬吧。不是，问题是现在没有趁手的家伙呀。没家伙可以拿牙咬啊。那我挨哪下嘴呢？想什么呢你？啊，咱俩干嘛来了？咱俩是救老金来了。你怎么净想着发财的事儿？再说了，拿牙咬这事儿也是老金的活儿啊。不对啊，他有颗牙是金。哎，嘛呢？都这会儿了，你还拿我打岔？不是，咱这次来，咱不冤得慌吗？啊，好不容易想收点好东西，结果啊让人给骗了，跑着老金又没了。哎，见这么大一值钱玩意儿，咱还带不走。我跟你说啊，老胡，你爱怎么地怎么地，今儿就是掰，我也把那腿给掰下来。拿了吧你？啊，哎，我问你啊，马大胆那雷管你装着了吗？装了，在包。哎，对了，胡，咱那炸药给它炸起来不完了吗？你穷疯了吧你？我是说拿雷管炸出条路来，要不然咱怎么出去啊？你炸去吧。哎，等会儿，你闻见有香味没有？好像我在哪儿闻过。哎，是有香味啊。哎，是这顶炖过肉是怎么着？哎，老胡，味儿从这儿出来的。确定吗？对，我鼻子没错。这下面啊，你闻闻。还真是啊，
下去看看。慢点啊！哎，这口啊，你才好这口呢。你没觉得这香味是从他身上传出来的吗？身上啊。老胡，你看这上面。魔金啊，这是魔金符。魔金符，我去！这是魔金符，那他是谁呀？魔金校尉，怎么会在这儿？这里有墓，即便是有墓，按照刚才顶上的铭文来判断，应该是西周的墓。不是老胡，他要魔金校尉，他是不是有点宝贝啊？你看这里头什么东西啊？全破烂去，他是不是穷死的呀？哎，你看啊，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伤口，或许是那些脏东西造成的。看这样子，应该死了有一段时间了。既然是前辈，又让咱们遇上了，咱把他埋了吧。成，那这魔金符就算是您给我的谢礼了啊！谢啊！这什么东西？哎，刚才那香味就是从这儿出来的。真香啊！这什么玩意儿？看这材质，应该就是传说中的蚊香玉了。蚊香玉？嗯。我听大金牙说过，这东西应该属于贵族秘宝，始建于战国时期，民间并不多见，而且环境越是干燥，它的香气就越浓郁。曾有诗赞之：世间未闻花解语，如今却见蚊香玉。天公造物难思议，妙道无穷殊甚香。哎，那这玩意儿是不是特别值钱？何止是值钱呀！看这纹路还有做工，这应该是战国时期的龙形玉佩。现在出土和流传的鲜有这么大尺寸的佳品，这在当时应该是最高级的贵族用来象征自己身份的。哎，老胡，你说我有这玩意儿了，我是不是就不用再掰那顶子腿去了？你还是接着掰你那腿吧。说啥呀我？帮把手。走吧。哎，我这就得着了，谢谢啊。哎，老胡，这蚊香玉咱是不是就能留着了？拿着吧。得嘞，你可算是开窍了，这下咱俩算是达成统一战线了啊！不是那意思，你没发现这儿跟其他地方有什么区别吗？这儿香，另外这底下有一骷髅，这儿没蝙蝠屎，说明蝙蝠不爱来这个地方。我估摸着80%跟那蚊香玉的香气有关系。哎，那要这么说的话，咱要是攥着这玉，咱就能在这洞里横行霸道了，是吧？
鬼啊！有鬼！救命啊！这人我怎么瞅着眼熟啊？废话，老金。哎嘿，金爷，可找着你了！别抓我！老金，等会儿，老金，别抓我！老金，老金，别抓我！哎，老金，老金，老金，金爷是我老婆。老金，老金，老金，老金。真的假的啊？那咱得赶紧找着老金。是啊，人呢？老金！哎，老金！哎！活。这下他们过不来了，咱们也出不去了。什么意思啊？啊？死胡同啊！哟，金爷怎么戳墙上了？哎，你别说，老金，这资质还挺难拿的啊！赶紧给他拔出来吧！啊！快来，老金，老金，没事吧，老金？没事，老金。啊！哎，老金，没事吧，老金？老金，老金，老金，滚！老金，老金，是我呀，我是老胡啊！胡你大爷！嘿，我也。我呢？我操！王爷！哎，好了，认人了。哎，没事了，认人了。哎呦，哎，我怎么又晕了？不是他这是吓的还是炸的呀？看脸还不知道啊，让蝙蝠咬了。刚才我摸过了，还发着烧呢，应该是感染了疟疾，得赶紧给他找药吃。这破地方我哪儿给他弄药去？没听过老话讲吗？世间百毒，5步之内必有解药。哎，得嘞。1、2，哎，嘛去？我量出5步来，我好找药啊。你傻呀？那只是个比喻。这不是满地都是吗？蝙蝠屎，学名叫夜明砂，知道吗？这在民间就是治疟疾的偏方。哎，帮忙给他嘴掰开。找对了，找对。我一整粒都咽了。哎，对了，
你那屁股让蝙蝠咬了，就你这吨位，怎么着也来2颗。哎，不，老胡啊，我这屁股没咬透，你看。哟，嚯！哎呦嘿，哎，这药劲儿真可以啊！刚吃了就给起效了。哎呀，要不怎么说呢？解铃还须系铃时。二位，我这是怎么了？啊，你得疟疾了。我们刚才给你喂了一……哎，好了就得了。姐，感觉怎么样？黏糊糊的，嘴里头还挺香的。哦，你这口可真够重的，嘿。对了，刚才是你们2位也在追我呀？前半段呢是蝙蝠追的啊，他把你给咬了，后半段才是我们俩的。不过话说回来了，老姐，你也忒怂啊，就这么一破蝙蝠把你吓成这样。什么蝙蝠啊！我跟你说，胖爷，我肯定是让那什么给那什么了，我。哎，我说什么来着？他就是被那什么给那什么了。他让谁那什么了？女鬼。什么？女鬼，肯定是女鬼，头特别长，他用头发缠着我脖子，我使劲把他那头发扯开，我才跑出来的。要不然我就……别跟这儿胡说八道啊！哪儿来的女鬼啊？咱们都是受唯物主义教育的，这点考验都经受不起啊！对，你瞎说什么呀？什么女鬼？你这让过去！啊！喊什么？你就过个人呗！真是。不过老胡，话说回来了啊，这刚下动我就觉得有什么东西在盯着我。啊，另外你不也见着那个会动的脸了吗？还有，咱跑的时候你没发现后面除了蝙蝠之外，还有其他的什么乱七八糟东西在追咱们？我觉得没准真是老金说的。对，打倒一切牛鬼蛇神，破四旧立四新。你别老说女鬼哪有？但老胡，现在咱得解决眼巴前的事儿了，咱怎么出去？刚才咱有雷管，咱能炸出去。这回彻底把咱给炸里面来了，咱怎么出去？你还别说，老金这一瞎跑，还真给咱跑出条生路。哎，我去！看见没有啊？这灯两边全都是脚印儿。是啊，这都挖的跟人规划的似的，忒远了这。估摸着这应该是刚才那位魔金前辈挖的盗洞。哎呦，你们2位这说什么呢？哎呦！跟你说啊，刚才我们下来的时候，见了一魔金校尉的尸体，证明老胡说的对，愚公庙底下确实有一大墓，还是一西周的，因为我们发现一西周的青铜鼎。啊，我错过这么多东西啊！没事，我带你回去看看去。不是，别吓唬他，一会儿他再跑了，咱可追不上了。哎，进去看看吧。好啊，老金，起来。行，回家。是这位神仙救了咱们，感谢神仙保佑，感谢神仙保佑，感谢，谢谢。哎，二爷，你们看，这梁是不是鱼骨头做的？啊，
真的是。哎，这不就是那鱼骨庙吗？啊！看来真让你说着了，这鱼骨庙啊，还真就是那个盗洞的入口。咱们是托这位摸金校尉的福啊，那回头我得打听打听，这位前辈到底是谁。你看，哎呦，我歇会儿吧我。哎，胖爷啊，狗熊蹭树呢，您这儿？不是，我这痒痒，我够不着。哎，对了，你过来帮我快两下来。哎，好嘞。哎，这儿。哦，我走这边。哎，啊，我说您这后背怎么疙了疙瘩的呀？疙了疙瘩的啊？您把衣服脱了，我看看，有东西。转过来。哎，胖爷啊，哎，就您那肩头这边那红斑啊变了，哎，变什么了？变得跟眼珠子似的。眼珠子啊？怎么了？哎，老胡，你的红斑变了没有？我的？快！哎，轻点，看。哎，你瞧瞧没？哎，变了嘿，还真有一眼睛，哎，跟那这一模一样，跟我这一样是吧？一样。真的假的啊？真的。什么样啊？我看看。哎，就这样。离卦啊？离卦？什么离卦呀？还记得那陈瞎子给咱那平安符吗？哦，对了，就是咱没弄明白最后那卦怎么个意思，那个不就是离卦吗？不是，咱不是说眼睛的事儿呢，这跟离卦有什么关系啊？啊，对呀。这八卦中的卦象，除了对应自然现象以外，也可以对应人体的器官。离卦对应的就是人的眼睛。哦，不是老胡，你的意思是说，那瞎子给咱那平安符的时候，就知道这后背上能有一眼睛？这也忒神了。我承认他是个高人，但也没那么神。哎，不会是咱在水房的时候，他听见咱们聊红斑这事儿了吧？不应该的，那会儿没聊眼睛啊。是啊，那他怎么对红斑的事儿这么了解呢？不是，这老爷子神神叨叨的，他有什么企图啊？他要知道点什么，直接跟咱说不就完了吗？现在想来，他那第二卦所指的西南方向，可能不是渡口，就是这鱼骨庙。哎，这老爷子怎么对摸金校尉的事儿这么了解呀？这里边肯定有事儿。是啊，不行，我得回去找他一趟，我得把这事儿问清楚再说。辉啊，可千万别介，马大胆儿那帮亡命之徒，能轻易饶过咱们吗？啊，陈瞎子住那地方可就在招待所那院里头，万一马大胆儿在那儿留了眼线，守株待兔，咱要去了可是自投罗网了。依着我，咱还是赶紧离开此地。也许这个就是普通皮肤病，咱上301医院是吧？吃点药，没准就好了呢。不是秦爷，你别站着说话不嫌腰疼，合着这玩意儿没长你身上。我跟你说，我现在一想着我后背顶着这么玩意儿，我心里就膈应。没错，我也不想稀里糊涂就这么跑了，后背顶了一莫名其妙的东西。要不这样吧，胖子，你先带大金牙回北京，我去自己找一趟陈瞎子。我不回去，我跟你在一块儿。那万一……别，没万一。老金，你不想回北京吗？你自个儿回去吧。爹，你身上没有红斑，这事儿跟你没关系，大家都是厂里人。你这会儿撤呀，合情合理，我和胖子能理解啊。是，我了解你，你不就软了吗？你不就怕了吗？你不就怂了吗？我怂的是他策划我啊！我这不是也是替咱们的安全着想吗？话说到这儿了，得，我还就陪你们二位爷一条道走到黑了。我嘿，金爷看不出来您还是条汉子。但是您还是这个，您听我把话说完了。咱现在啊，还是先去那王老头他们家去吃点东西，养精蓄锐。等到半夜，咱再去那招待所。您
爷那意思是说，悄悄的进村，打枪的不要。毁了你！坚持点啊！到了。哎，大爷，哎，大爷，后生，又是你们几个呀？咋成这样了？你又渴了，你又饿了，你又累了，都病了。大爷，麻烦给我们间屋，让我们歇一觉行吗？不是我不答应啊，就上次说的那个教授要从北京来嘞，每次呀都住在我家，他有个怪脾气，就是不想见外人。这次呀要带个女助手，就更不方便嘞。大爷，您看这都这样了，您就让我们进屋喝口水，换个衣服。不就是有个女的吗？我没觉得不方便，真的。不是我不答应，这不方便。胡八一，美国妞。我之前去北京找过你们，没想到在这儿碰上了。你们来这儿干嘛呀？说来话长，这位是？啊，这位是孙教授，文物局的专家。这位是胡八一，这位是王凯旋。他们都是我跟陈教授清绝古城一行的队员。这是金老板。啊，金爷。啊，您叫我大金牙就行。哎。你们来这儿干什么呀？你们两个人的身上有没有长出一种眼球形状的红斑？你怎么知道的？我说怎么你也有啊？对不起，是我害了大家。怎么个意思啊？我们身上的这种红斑，其实是一种病毒。你们有没有人听说过半山道人？摸金校尉，发丘中郎将，半山道人谢岭力士，这不就是传说中的四大门派吗？那只是一种表象，半山道人一派另有渊源。上千年来，他们认为自己源于这种红斑，也亡于这种红斑。亡？很久以前，在西域的扎格拉玛山附近生活着一支部落，叫做扎格拉玛族。他们从遥远的欧洲大陆迁徙而来，在这里与世无争地生活着。直到人们无意中在山腹里发现了一个深不见底的鬼洞，族中的先知带领族人祭拜鬼洞，试图窥探鬼洞深处的秘密，却不想因此招来可怕的诅咒。所有被诅咒的人身上都会出现一种眼球形状的红色斑块，终身无法消除。生出这种红斑的人都活不过50岁。虽然不会立即死亡，但在临死之前，他们的血液会逐渐变黄，呼吸越发困难，受尽折磨。先知占卜得出，中原世界有着和红斑图案一模一样的神珠，只有找到此珠，方能破除诅咒，延续族群。于是扎格拉玛族人便开始一路向内陆迁徙，渐渐被汉族文明同化。最终扎格拉玛族通过诸多线索，确定了此珠就是中原传说中的木尘珠。于是扎格拉玛族的后人开始了历经1000年寻找木尘珠的艰难旅程。他们认为木尘珠存在于世，只不过被当作了陪葬品，埋葬在古墓中。他们为了摆脱红斑的枷锁，不得不分散在各个地方，
在不同的墓中寻找木尘珠。这搬山一派擅长深刻知化之道，平日里以道人的身份自居，只为求药，从来不贪恋财物。没想到还有这样的苦衷。哎，对了，杨小姐，你刚才都把我说晕了。有一事我没闹明白，这到底是红斑诅咒啊，还是一种病毒啊？所谓的诅咒，是因为古人对科学知识认知的有限，经常把一些无法解释的现象曲解为玄学。后来经过我们的研究，现在已经确定，它就是一种病毒带来的疾病。简单的说，病毒破坏了血红蛋白对铁离子的吸收，导致 IDN 症状，血液逐渐变黄，吸氧能力下降，最终患者因为基底衰竭而逐渐死亡。嗨，嘛呢？一惊一乍的，这没你事啊！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啊，是不是？啊？不是，你明知道去那鬼地方能染上这破红斑，不是你还把我和老胡往坑里带啊？你安的什么心呢？不是，可惜让老胡他对你……胖子，冷静点行吗？事儿都已经发生了，能怎么着啊？现在就是有病治病，有药找药，你急有什么用啊？先把话听明白。我听得很明白，这妞就想往死里整咱俩，你听不出来啊？不是，怎么这会儿你还替他说话？他想弄死你呢！人杨小姐没那意思，好吧？对不起，是我的疏忽。如果我知道精绝古城一行会让你们染上红斑，我是绝对不会连累你们的。啊，我知道。所以现在我在尽我最大的努力来补偿你们。你补偿个屁！我让你补偿我命，你补偿得起吗？可是这一块被后人称之为龙骨天书的龟甲片，现在也找不到了。不是，你说那么多废话，你是不是就想告诉我们说这珠子现在找不着了？杨小姐，既然你们都到这儿了，肯定是了解其他的线索。恕我多嘴，都已经到这份上了，你就交个底吧。你为什么对搬山道人这么熟悉啊？啊，对，你怎么知道那扎克拉玛那扎特拉玛族是怎么回事？因为我就是扎克拉玛族的后人。我的外公，江湖人称鹧鸪哨，就是最后一名搬山道人。这就是我外公留给我的关于木尘珠的最后线索。如果你们想了解更多关于我外公的故事，这个笔记本上都有记载。红斑诅咒困扰吴派数千年，吴派生而绝望，奔波到死，最终依然难逃和祖先一样的命运。如今吴派人才凋零，日渐式微，吴代师弟老洋人与师妹花灵深入平山，然得知木尘珠在古西夏黑水城，系师弟师妹惨死他乡，吴痛心疾首。搬山，鹧鸪哨，原来是当今搬山的魁首。听闻前辈是摸金校尉张三爷的大徒弟，还望赐教摸金之术。老臣隐居多年，早已不问前尘。更何况，听闻搬山道人伐古墓者，只求不死仙药，对金玉名器不感兴趣。实不相瞒，不死仙药是讹传。搬山真正要找的是木尘珠。我搬山一派皆是同族后裔，祖上受人诅咒，族人皆活不过半百，只有木尘珠可见。但你们搬山一派自有高明的手段，为什么还要学摸金之术？我探知木尘珠在西夏国某个藏宝洞中，此洞位置隐秘，凭搬山填海之术，恐怕难以找到。听闻摸金校尉善搜山寻龙，分金定穴，
我想，用摸金之术，定可找到沐尘珠。我原本早已发愿，金盆洗手，再不摸金。冥气一旦重见天日，世上又会生出多少腥风血雨？但事关你一族的困苦，我也不能见死不救。也罢，传术可以，但按规矩，先立投命状，再受摸金符。多谢了尘大师慈悲之心。此去西北10里，有半块无字石碑，其下是一座南宋古墓。那墓墓位不正，风逆气凶，形如断剑，势如覆舟，是标准的凶穴，极易酿出尸变。切记摸金校尉的规矩：鸡鸣不摸金，灯灭不摸金。鸡打鸣之后，不好继续摸金。摸金最忌在墓室中遇见猫、狐、黄鼠狼，极易激起尸变。便是尸变，也要取脸符回来。
项目取义的经过便是如此。不错。有话直言。只不过，鸡鸣灯灭的同时，脸符才拿到手中，无法分辨哪般在前，哪般在后，不敢断言是否坏了规矩。门规所限，不便为难。他日若得不死，晚辈再来聆听禅令。等等，你不学摸金之术，如何寻找沐尘珠？京城所至，金石未开，我会另想办法。你来拜我为师，想必是我们命中有缘。我当渡此劫。您的意思是说，愿意收我为徒，不在乎坏没坏规矩？医者救苦得乐，乃是我佛教诲。既知你异族人的困苦，我便没有袖手旁观之理。二者，你没有隐瞒，在灯灭鸡鸣的同时，才拔到脸符的细节，不仅身手了得，还为人坦荡，难能可贵。承蒙母师不弃，收入门墙，实乃三生有幸。恩师在上，受弟子3拜。鹧鸪哨，为师问你，摸金的行当最重要的是什么？弟子愚昧，还请师父教诲。慈就是给予众生乐，悲就是拔除众生苦。摸金行当，罪孽深重，罪忌自坏德行。你既尊我为师，为师就有导你向善的责任。我知道你是个闯荡江湖的顶尖人物，办事若没有慈悲之心，只求果断狠麻，我怕你是管得了人命，解不了天命，你懂吗？懂了。弟子定会爱惜人命，莫逞草莽之勇。不单是人，野猫虽然是畜生，也是条生命，你实不该在墓室里把它一脚踢死。以后凡是与人动手，都应该给对方留一条活路。是。你随我来，将这南宋女尸的脸符焚化了，一起念几遍往。